没有亲和力啊。哎，好，因为天气热哈，那个炮锤那个先放，你们在家里面练啊，或者等一下我们正式的练完你们练啊，我们来练一下那个太极的圈啊，太极拳的圈，这个绝大部分都练过哈，动作很简单。啊，重点在怎么做，好，啊，那个圈就是这样做啊，就是起落嘛，两个手画圈起落，所以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腿啊，腿我们现在单练腿哈，腿的起落要练习什么呢？腿的起落不要单练习这个起落，不要这样子起落。这个起落是直上直下的，这个起落是直上直下的，它没有螺旋。可是我们手上的动作是什么？手上动作是一个螺旋，所以你的腿上面没有螺旋的话，你腿上面是直上直下，而手上面在做螺旋的话，你的腿的动作、腿的力量就支援不到手上面去。它的动作方向跟手的方向是分开的，这样没懂啊？所以比较难的是什么？要练习这个腿，就我们起来的时候啊，你看哈，我在起落的时候，你的膝盖还是要跟脚尖对齐。可是呢，你在起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里面的关节，尤其是髋关节，还有膝关节后面的那个筋哈，你要做，你看你要做这个。你要做向内转，起来的时候向内转，你要做这样转。当我们能够做这样转的时候，你看我的身体跟我的手自然就走什么？自然就走螺旋了。啊，你如果只是这个样子的话，身体跟手它没有做螺旋的动音啊，它没有理由会做出来螺旋。如果腿上面的力量是上下，而你手上面做出螺旋，你这个螺旋一定是用手臂做的，晓得吗？而不是不用手，而不是用一个整体的力来做的啊。所以起来它要有一个内的螺旋，下去松掉转回去，起来这样子，落下这样子，起来这样子。落下这样，这样没懂？这是腿上面要练的。那你要练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它是在转关节，髋关节跟膝关节撑起来，关节撑开，做向内拧，放掉关节落下去，关节先撑开，你看关节先撑开。做内螺旋，松掉下去，撑开下去，听不懂？所以要注意，要做的不是在肌肉上面做啊，不是在肌肉上面做，不是蹲下去起来，这个是肌肉力啊。所以先做尝试，先慢慢做尝试，不要快。然后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保持住你的膝盖不要动啊！常常我们腿在做螺旋的时候，膝盖会跟着跑，膝盖会跟着转啊！不要让膝盖转啊！膝盖一转的时候，它变成这样子了，啊！这样就会伤膝盖，所以打开膝盖，打开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用这3个打开拧啊！每个关节同时做，但是什么？它是分开的串联，它是分开的
串联，你要把它看作是三个东西同时串起来做这样的动作，这样不懂？好，你们先试试看。好，你们试试看。你看，你本来是我们先站一个这个三七步我现在如果要往这边转的话，我们现在在练习的是什么？是我的旋转，我的手的旋转是往哪边？是往这边转，所以它是向内旋。我们先不练向外的，因为我如果要这样转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你撑起来，它要这样转，所以你撑起来以后，它也可以往这边转，它也可以往这边转。我们先练往这边转因为我们开始练是这个样子的，前手是顺时针这个方向走的所以这个撑开，让你的关节往这边拧，不会拧很大。我讲过，关节的运动是调整力量的方向来试试看，慢慢做去体会。所以我本来是面朝这个地方的，但是我转起来以后，它变成朝这边。慢慢去试，慢慢去掌握。你可以从髋关节先开始，髋关节比较大比较好操控，可以从髋关节先开始。但是要记得落下去的时候不要跪落下去还是在胯要落到胯撑起来旋转，落下去到胯撑起来旋转。落下去，胯撑起来，旋转。来试试看。我们开始的时候，听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式子重心在后，重量也在后腿，所以这个是垂直的。当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还是垂直的。所以不要不要推到前面去，不要让它变歪了，不要变斜了。你怎么做，它都是在这个轴上面，都是在这个轴上面。听不懂？你看，都是在这个轴上面，所以不要推到前面去，不要这样推保持到它是垂直的。来，出来了。属膝要落下去，人正人直的，人正落下去。你看，你有体会到吗？你现在是这样子的，你的小肚子是往前顶的，落下，像坐板凳一样，坐。你这个不是坐你如果有一张椅子在后面的话，你会怎么做？你那是躺了，你躺沙发躺习惯了。我家没沙发。你家没沙发，坐下去，这个叫坐下去。不对，你看你又来了。你这样的时候，你看你的小腹是不是往前顶然后你现在的压力在腰，有体会到吗？有体会到没有？你现在知不知道你的小腹是往前凸？你知不知道你的小腹是往前凸？没感觉。没感觉。好，你第一个要感觉到你自己的身形是什么情况，晓得吗？我的头在哪里，手在哪里，胸在哪里，腰在哪里，腹在哪里，每一个身体的部位，你自己在运动的时候，你要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相互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觉察先要有，这样不懂？好，你来做。好，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第一个，有没有感觉到你的重心是向右偏的？没有，没有，没有吗？啊？点，你不要让我觉得你是机器人哦。你看，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小腹是往前凸的？啊？没有吗？没有往前突。没有往前凸啊，那没往前凸啊。你站正，你站起来，站起来，好。这个稍微往后一点点，好，人这样，膝盖先直，膝盖直，好，你现在站哈，你从你的脚底下先感觉脚底的压力，你知道脚底会有压力吗？有体会到吗？脚底有压力吧？有压力嘛哈？好，压力是不是平均在脚上面？还是后脚跟多？还是外面多？还是前面多？把它先放平均，有体会到没有？膝盖直，膝盖直起来，膝盖直起来，对，正常的站，正常的站。先体会到脚底下的压力有没有平均？能体会到吧？啊，好，自己把它放平均，然后脚趾头、大拇指稍微往下抓一点点，让它平均了，有体会吧？好，然后现在去体会脚踝，脚踝的压力有没有平均？有没有朝外多，或者朝内多？有平均吗？有平均。好，现在膝盖有没有前面多，还是往外多？把它放着正的，你认为膝盖的关节的压力是平均的，肌肉都松掉，它是平均的，有体会没有？有哈。好，现在髋关节，你去感觉你的髋关节的压力。你现在这样子有没有感觉到后面的压力多？有一点。有吗？是不是？前面少嘛？因为它往后倾了嘛，你的小腹变成往前凸了，变成后面的压力比较大了，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把它拉回去，把下面去调整，让你的髋关节这个地方哈，髋关节的压力是平均的，没有往右。往右就是重量偏右了，往左就是偏左了。下面多就是你往后了，前面多你就是往前了，这样不懂？把这个放到平均，压力平均，有体会到吗？现在比较好，但是还有一点凸。还有一点，你看你的属膝嘛，你摸你的属膝这个地方有没有藏进去？正的它应该是藏进去的。这边这个斜的这个属膝是这个属膝是斜的这一条，这个叫做属膝，晓得吗？你的小腹跟腿的中间，这个叫属膝。晓得吗？它要向里收的，它要向里收的，对，好，不要往后，人站正，哎，好，这个调了以后，然后去感觉你的腰椎，有没有挤压？有一点。有嘛？是不是？好，把臀松掉，对，臀松掉，让肩椎往下落。腰部的挤压是不是变少了？哎，好，所以你现在去感觉每一节的脊椎，
脊椎的压力也要平均，不能有一个地方，比方讲腰的压力特别大，或者胸椎的压力特别大，晓得吗？都不要。腰椎的压力特别大，把臀部松掉，让肩椎往下落，腰椎的压力就下来了。感觉胸椎特别大，就是你驼背了，晓得吗？把胸松掉，胸松掉，啊，胸就起来了。然后头调整松掉，注意你的颈椎也不要有压力。在这里最放松的状态之下，我没有用到很多的肌肉，我可以站正，我的关节跟堆积木一样，看我，不要看那边。你的关节要像堆积木一样，一块一块正的堆起来，这样能听懂吗？去做这个，所以你要感觉到你身上的每一个关节的压力。听不懂？先做这一课，先去做10分钟。